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探讨一本充满哲思与寓言色彩的小说，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 （Italo Calvino） 的经典作品《分成两半的子爵》（Il Visconti di Mazzato）。这本书于1952年首次出版，是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卡尔维诺这位20世纪意大利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哲学思考而闻名。他的作品常常通过奇幻的故事情节，探讨人性、社会和存在的复杂主题。分成两半的子爵虽然篇幅不长，但其蕴含的哲理却深远而广泛。书中讲述了一个子爵在战争中不幸被炮弹炸成两半，各自存活并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人格特质，一个极端邪恶，另一个极端善良。通过这个奇幻的故事，卡尔维诺引导我们思考人性中的善与恶、完整与分裂，以及我们如何在分裂中找到自我整合的道路。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奇幻故事，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挣扎与追求。它让我们意识到，人性的复杂并非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而是多种力量交织的结果。对于读者来说，阅读这本书可能会带来深刻的自我反思，甚至改变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在开始深入探讨这本书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曾经感到过内心的分裂？是否曾经在善与恶之间挣扎，或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这种内心的冲突和分裂，正是分成两半的子爵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让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 （Carl Jung） 曾经描述过自己内心的人格面具与阴影之间的斗争。他发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人格面具，即我们希望展示给外界的一面，以及一个阴影，即我们试图隐藏或压抑的黑暗面。荣格认为，只有当我们能够正视并整合这两面，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成长和心理健康。这个故事与分成两半的子爵的主题不谋而合。卡尔维诺通过子爵的分裂与整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性的完整并非消除黑暗面，而是接纳并与之共存。分成两半的子爵讲述了一个奇幻而荒诞的故事。年轻的梅达尔多子爵在战争中不幸被炮弹炸成两半，各自存活下来。一个半身子爵展现出极端的邪恶，另一个则表现出极度的善良。邪恶的子爵回到家乡后，开始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恶行，而善良的子爵则试图用爱与宽容来拯救村民。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逐渐发现，单纯的善与恶都无法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完整。最终，两个半身子爵在一次决斗中相遇，并重新结合成一个完整的人。这个完整的人不再极端，而是学会了在善与恶之间找到平衡。卡尔维诺通过这个故事，探讨了人性中善与恶的复杂关系。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做影子自我 （Shadow Self）， 由荣格提出，指的是我们内心深处被压抑或忽视的黑暗面。卡尔维诺的故事可以被视为对影子自我的一种文学诠释。荣格认为，只有当我们能够正视并整合自己的影子自我，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成长和心理健康。卡尔维诺通过子爵的分裂与整合，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过程的具体表现。阅读分成两半的子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内心的冲突和分裂。通过观察子爵的经历，我们可以反思自己的行为和心理状态，尝试找到善与恶之间的平衡点。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自我反思，定期进行自我反思，识别自己内心的影子自我，并尝试理解其来源和影响。二、接纳与整合，不要试图完全消除自己的黑暗面，而是学会接纳并与之共存。通过整合善与恶，我们可以实现更完整的自我。三、平衡与和谐，在日常生活中，尝试找到善与恶之间的平衡点，避免极端行为，追求内心的和谐与平衡。卡尔维诺在书中写道，两个半身子爵，一个是恶的化身，另一个是善的化身，但他们都不能算是完整的人。只有当他们重新结合在一起时，才真正成为了一个人。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中善与恶的复杂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善与恶的混合体，只有当我们能够正视并整合这两面，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成长和心理健康。二、善与恶的二元对立，超越简单的道德判断。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卡尔维诺通过两个半身子爵的对比，揭示了善与恶的二元对立。邪恶的子爵代表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黑暗面，而善良的子爵则代表了我们希望成为的理想自我。心理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道德二元论 （moral dualism）， 即认为世界是由善与恶两种力量构成的。然而，卡尔维诺通过子爵的故事，挑战了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他向我们展示了善与恶并非绝对的对立面，而是可以相互转化和共存。一、超越道德判断，在日常生活中，尝试超越简单的善恶判断，理解每个人行为背后的复杂动机。二、培养同理心，通过理解他人的黑暗面，我们可以培养更强的同理心，
更有效地帮助他人。3、自我接纳，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包括内心的黑暗面，是实现自我成长的重要一步。卡尔维诺写道，邪恶的子觉并非纯粹的邪恶，善良的子觉也并非纯粹的善良，它们都是梅达尔多子觉的一部分，都是人性的一部分。这句话提醒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善与恶的种子，我们不能简单的用道德标准来评判他人，而应该尝试理解每个人行为背后的复杂动机。3、自我整合，找到内心的平衡与和谐。直觉的最终整合象征着人性的完整和内心的平衡。卡尔维诺通过这个过程，向我们展示了自我整合的重要性。心理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自我整合 （self-integration）， 即实现内心的统一和和谐。卡尔维诺的故事可以被视为对自我整合的一种文学诠释。1、正视内心的冲突，承认并正视自己内心的冲突和分裂，是实现自我整合的第一步。2、寻找平衡点，在善与恶、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实现自我整合的关键。3、追求内心的和谐，通过自我整合，我们可以追求内心的和谐与平静，实现更完整的人生。卡尔维诺写道，两个半生子觉重新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这个人不再极端，而是学会了在善与恶之间找到平衡。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自我整合的意义。只有当我们能够整合内心的冲突和分裂，才能真正实现内心的平衡与和谐。通过分成两半的子觉，卡尔维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奇幻而深刻的故事，探讨了人性中善与恶的复杂关系，以及自我整合的重要性。这本书不仅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奇幻故事，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挣扎与追求。我强烈建议大家阅读分成两半的子觉，并尝试将书中的理念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通过自我反思、接纳与整合，我们可以实现更完整的自我，找到内心的平衡与和谐。记住，内心的完整并非消除黑暗面，而是接纳并与之共存。让我们一起学习子觉的智慧，在善与恶之间找到平衡，追求更完整、更和谐的人生。正如卡尔维诺所说，两个半生子觉重新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我整合，成为一个更完整、更和谐的人。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正视内心的冲突，寻找善与恶之间的平衡，追求内心的平静与幸福。